比特币要当心回调吗？山寨季接下来要爆发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周线，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在上涨的过程啊，这3根 K 线它的实体部分呢已经越收越小了，越收越窄了。那这肯定是遇到阻力的表现。你可以发现呢，我们的量能呢，它还是持续不错，还是蛮多的。不过我们上涨的幅度已经越来越小了，那这其实就是供应有增强的表现。我们绝对有遇到阻力了。不过我们通常呢，在创出了历史新高之后，我们都可以走出一段距离，因为我们可以思考一下，通常我们遇到阻力的时候，都代表呢，我们前面是有一定的套牢盘抛压。那当我们出现历史新高的时候，我们前面是不会有任何的套牢盘抛压的。在这里遇到有人卖出呢，只有一种可能，唯一的一种可能就是他认为这个位置呢已经到达他出场的价格了，或者说他已经赚够赚饱了。他认为这波牛市就差不多到这个地方，那他才会卖出。那现在当然，以我们突破历史新高来看会在这个点位就卖出的人，他至少还是蛮少的，因为我们整个周期至少要到牛市结束，跟过往做比较呢，大概还有1年的时间所以我是很看好这波突破之后上涨的走势的，它绝对可以走出一段。那跟我们之前相比呢，我们在突破新高之后，也都可以走出一段走势。我们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回调它还是很弱势的。你可以观察到，我们在中间的这次回调，跟我们在上面的这一次回调呢，我们都没有放出太大的量能，所以以目前来看，我们还是走得很强势的。我们整体的行情呢，是自从我们在67000这里做突破之后呢，它就开始转强。我们到后面转强的走势呢，其实跟前面的它还是弱弱的上涨，其实情况是相差很多的。那以我目前来看呢，多头我认为还是走得非常非常健康绝对都没有见到我们这波趋势即将结束，或者说快结束，有可能结束的这种迹象。我们再把级别切小一点吧，我们到4小时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目前呢，它一样是走着一波强势的调整。那这波强势的调整的分界线呢，其实就在这条趋势线上面。如果说连这条趋势线都被跌破的话，那么我们这个调整它就只能称之为一般的调整比如说它来回踩了我们前面所突破的阻力那么它这个调整就不太算是强势的调整了。但如果我们能在这条趋势线上面，我们就获得支撑，然后往上的话，那我们就是强势的调整了。其实我们在过往呢多头走势当中第一段突破之后，只要我们是走这种强势的调整，我们后面都还会有第2段甚至第3段的强势上涨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我们继续走多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有没有走出强势的调整，就攸关于到我们后面呢，在调整完它能不能再继续走出第2波的强势的上涨。那以目前来看呢，我们这波假日的回调因为你们也知道在假日呢 CME 是没有开盘的，而且我们从2020年进入了机构牛市之后呢，比特币它基本上有行情的时间都是在美股的开盘时间。那这个时间点通常是走出什么真正很重要的行情的。虽然说我们的回落幅度呢是有，你可以看到我们从顶部呢到我们最低点是有 4%， 其实 4% 也不小只不过我们是没有放出量能的。所以我认为目前的这波回落呢，我认为是不足为惧甚至我认为我们到了周一呢，很快就可以回到我们在10万左右的价位了。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这真的非常非常优惠。尤其呢，你现在只要完成 KYC 入金$100，你除了可以领取比特币以太坊的$500仓位之外，你还可以领取山寨币的$500，那这2个仓位合起来就是$1000了。如果你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把币给提走的，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是现金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我们这一轮牛市上涨的最主要力量就是由于 ETF。那我们 ETF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依然呈现稳定的巨量的流入，所以我们目前的多头呢，其实都还是走得非常非常的健康，我也相信会持续的走下去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 CME 图表上面的收盘价吧。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呢，我们收在了99800这个位置，其实离现在有 4% 的距离在我们假日走出 4% 这种幅度尤其是往下走的它非常非常大的几率呢，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补齐了基本上很有可能到了明天或者说3天内，我认为补齐的几率就非常非常大，因为我们根据过往的这种经验去做复盘确实是如此。那像我们前面呢
确实是有留下一个缺口哦。不过这种缺口它也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常见。那我们当时是突破了历史新高哦，然后做出了突破，而且我们是走多头，正在多头趋势的开始的阶段，这个缺口它才得以留下。那像我们这种在多头趋势当中向下的缺口，通常都是会非常非常迅速的就被补齐了。那当然哦，我们比特币已经到达10万了，我们接下来比特币还是有机会的，它接下来还会再往上走一段，只不过机会更大的呢，其实是在山寨币身上。那当然，我个人是做山寨币是比较少，我个人是主要是把比特币的行情都掌握起来，然后再加上部分的以太坊，还有一些比特币上涨加速的波段，我自己主要操作的就是这一些了。不过不得不说一下，我们最近呢是非常有可能开启山寨季的。在山寨季要开启的时候呢，你们会先看到一些市值大的山寨币会先上涨，而且这不是个别现象。你说个别的话，那有可能是消息哦。但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基本上我们前几名市值的山寨币，它几乎是一起上涨的，那就有这种迹象了。因为你可以想想看哦，我们在过去会听到有机构去买了比特币很多嘛，对不对哦？但是你有没有听过有机构去入场了山寨币呢？就包括以太坊，连以太坊我们基本上都很少听说。那你更不用说那些其他的山寨币了。你要机构购买，或者说你有去听说机构购买，真的有机构购买的这种消息哦，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少的。那可见机构对于这些山寨币是没有什么兴趣的。所以山寨季这些山寨币暴涨，它开启的时候呢，都是由散户去做推动的。你可以想想看嘛，如果你是散户，你看到比特币10万了啊，毕竟我们涨那么多了，也到达10万了，一个心理的价位，你去买10万的比特币，说实话，即使这轮牛市表现的再棒，你往上的涨幅呢，其实也都会相较起来有限很多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币圈的人呢，去把资金往山寨币移动，那就是这个行为啊，把资金往山寨币移动，或者说新进场的他可能会直接买山寨币，就会把山寨季呢直接就开启了。其实我们分析散户的行为在山寨币身上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山寨币、山寨季它就是由于散户所推动的。我个人是一定会牢牢把握比特币的每一段行情，还有比特币的现货的涨幅的。不过我接下来也会慢慢开始把部分的资金呢，很小一部分的资金哦，去移动到山寨币身上。我过往其实在山寨币做的也不到很多，对，因为其实山寨币呢，我认为它是比较不好去做分析的。好，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